母妃病了都不来。派去织剑殿的侍女回报了，殿下这几日议事完了之后就急着离开，像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办。忙好啊，抗儿出征了。不管怎么，轩儿也是为了正事。现在他总算知道为他的前程伤心了。参见太妃。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治咳疾的药带回来了吗？太妃，我刚在药室看到了静灵王。他去那儿做什么？听药童说，前些日子静灵王和彭城王都时常在药室问询方子，还都是些名贵的药材。难道是静灵王身体不适？可是前几日看到静灵王身体无恙啊。难道殿下是在为他人寻药？你去盯着药室，在暗中打探一下，这药是给谁用的？是。太妃，可否让我去？乐清入府以来，承蒙太妃关照，也希望能为太妃尽一些力。太妃，还是让我去一趟吧。不用，就让他去。是。乐清，沈离歌，你若没死，会在哪儿呢？三九堂。李妃现在怎么样？你和彭城王拿来的药只能稳住他的病情，我们必须另寻他法去刺激他的神智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他有生命危险？他一日不行，一日就有危险。师姐，师姐，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梨花，来，你闻闻，这花儿多香啊！没关系，我相信啊，只要有这些梨花陪着你，只要你一高兴，一定就能醒来的。师兄，李妃，你可一定得醒过来。我们所有人都在鼓励你，特别是四哥，他每天都想着你，千万别让大家失望，听到了吗？雪莲，性大热。拔掐可以刺激神智，但是外壳坚固，药性易被封住。之前给离歌服下，并无大多效用。若用雪莲的大热化开拔掐的药性，你觉得此法可有效？可以一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。李妃有劳你了。走。公子，婉儿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婉儿姑娘，你来看病啊？婉儿姑娘，陈良公，你太久不去慈幼院了，孩子们天天都念叨你。哦，最近药房比较繁忙。哎，婉儿姑娘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转？好多了。
婉儿姑娘，我还给你备了一些药，我帮你去拿。婉儿姐姐，师兄，你就留在这儿吧，药我给你去取。你们认识？他就是那日我说的，在木然轩救我的那位良公。原来是这样，婉儿姑娘，陈良公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好，公子慢走。婉儿姐姐，这个药师兄已经备了有些时日了，如果你再不来，恐怕要烂在柜子里边了。还有这个风寒灵啊，预防治疗风寒都特别有用的。师兄知道这几天天气多变，也知道你身体弱，所以呢也准备了一些。婉儿姐姐，师兄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良公啊。啊，应该的。刚才那位公子是不是病了？不是他病了，是我们一个朋友病了，那个朋友没什么事吧？需要一味非常珍惜的药材。什么药？哦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需要草药来治疗。哥哥就从各处搜来了很多奇珍异草，我想我可以帮你们。是20年生的雪莲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刚刚师姐握紧我的手了。离哥，离哥，离哥，你醒醒，不要再睡了，离哥。师兄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那除了雪莲花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一味药上啊！师兄，你说话呀！我已经翻遍了所有的医书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。陈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你为离哥做了那么多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但离哥现在的病不是着急可以解决的，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，说不定精灵王会找到雪莲花呢。如果没有雪莲花，华佗再试也没有用。现在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师兄，师兄你别走啊！我也只是心急啊，师兄。紫金姐姐，我有什么错吗？我也只是担心师姐啊。你让他先静静吧，他为了离哥已经很焦心了。可是师姐她……师姐现在还没有清醒，我们更不能乱了阵脚，你说对不对？嗯。轩哥哥，婉儿姑娘，你是不是来告诉我，你找到雪莲了？嗯，我在哥哥的药库里找到了，你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，婉儿，离哥有救了，离哥有救了，有救了，离哥有救了！轩哥哥，快去救人吧！哦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激动了，是我一时太激动。婉儿姑娘，哎，殿下，婉儿姑娘找到雪莲了，真的？嗯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。嗯。
都已经服过药了，为什么就是还不醒呢？雪莲是最后的办法了，李哥，不要让我们失望好吗？殿下，殿下，病曹有要事相请。我知道了。殿下，你如果有事务要处理，不妨先去。这儿一旦有消息，我会马上通知你。应该是北境军情。那我就先回去一趟，如果有任何消息，立刻通知我。好。走吧。走了。一万精兵安排好了没有？已按照您的密信，秘密地将他们安置在城外30里。好。不要把我和佳儿分开。这么多年，你独自支撑着这个家，我只顾着练兵打仗，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。不知不觉我们都老了，这次回来，我定解甲归田，与你在盱眙共度余生。侄儿凤儿也长大了，以后的事就交给他们。我只想吃你做的去腥的莲子羹，很甜。我还要陪你去未央湖看你最中意的兰花，好吗？等我。哦，莲子，你看，莲子，莲子，莲子，来，记得一定要吃啊，啊，一定要吃，来，一定要吃。好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和爹一定会平安回来。侄儿，侄儿，郑叔，哎，娘亲就拜托你照顾了。好，张公子放心，哪怕折了我一条老命，也会保夫人周全。郑叔，谢谢你。张公子言重了。出发！撤！
吴郡征兵3420人，建宁征兵5672人，广陵征兵2100人，其余江东诸郡征兵约1000余人。什么？魏兵10万，南下河水，若败，健康岌岌可危。这一战，不是彭城王一人之战，而是我大宋保境之战。可你们征兵数日，兵户不足万余。下官有罪。殿下息怒。近年来，北境连年征战，兵户男儿10有8、9都战死疆场，许多兵户甚至绝了人头。殿下，实在是征不到啊。是吗？殿下，中书令所言句句属实。这个是本王封地兵户的名册，10有8、9战死疆场。那为何本王封地不是这样呢？啊？看看。本王就给你们10天时间，所有士卒清查兵户，凡有隐瞒不报者，罚没家产，冲抵财库。殿下，殿下说10天，那就10天吧。果然还是中书令深明大义啊！本王以身作则，这次清查就从本王的封地开始，传令参军事技术，连同左民尚书顾维渊，一同监察。凡是有户籍不详者，即刻征召入伍。是。禀太妃，中书令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太妃，王妃，出了何事啊？这么慌张？彭城王此次亲征，满朝文武皆尽心尽力的捐钱捐粮，可是晋灵王却还是不依不饶啊！中书令，无妨，继续讲。殿下让在10日之内自查封地和兵户，凡瞒报者，一律没收家产，为北境出力，本为大臣的分内之事。可这10日的期限，实在是让人为难呐。有这样的事儿？这个轩儿也太鲁莽了，他怎么能够？中书令，这里是王府内院，你在这儿议论朝事，怕是有点不太合适吧？玉婵，送客。中书令，请吧。下官告退。母妃，晋灵王这么做必是有他的道理，我们还是不要过问的好，免得他为难。王妃就是识大体，我明白的。哼。开门！开门！你们3九堂的要吃死人了！开门！师兄，师兄，快开门啊！师兄，不好了！有人说我们医馆的药医死了人，现在正抬着尸体在我们3九堂外面呢。打发走。啊！陈良公，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吧。要是招来了衙役，发现离哥在这里，会更麻烦的。那我去看看。好。我家相公吃了他们家的药就死了，众乡亲们为我做主啊！别冲动，有什么等衙役来了再说。3九堂不会这样的。
你看他们都不敢出来，肯定就是心虚。走，大嫂，我们进去。怎么回事？就是他害死我相公的。我们三九堂只为救人，我们从来没有误诊过，更不可能开错药。就是，你们不要随便污蔑别人啊！就是你们害死我大哥。我相公不过就是受了点伤，吃了你们的药就死了，不是你的药有问题是什么？可容我看看你相公的尸首。不是你帮我相公杀人偿命，你还我相公！就是你个杀人犯，还我相公！空城，先把门关上。哎，想跑？跟我去官府，我要你们偿命！你还我相公的命！你偿命！让开！让开！官爷，就是他们害死我相公的。带走吧，别在这吵吵嚷嚷的，回官府再说。无凭无据，为什么带我走？我们也是公事公办，如果跟你们没有关系，自然也不会冤枉你们。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们跟你走。空城，先去把门关上。离哥，这几日为你读信，我都不禁动容，字字句句都是彭城王对你的真情切意。他那么爱你，你怎么舍得丢下他呢？他对你的爱，就是你冲出禁锢的力量。胡说！彭城王根本就不爱他。是离哥，你果然没有死。你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上？啊！你说话，你不是高高在上的黎妃吗？你不是很威风的吗？啊！你说话呀！现在怎么了？啊！变成废人了吗？你说话，说话！这是什么？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，我才应该是侧妃。他爱的人是我，是我。这是什么？彭城王为什么要给你写信？他爱你，怎么可能？我喜欢他那么久，我为了他可以付出一切，凭什么你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他的爱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除了自杀他、伤害他，你还为他付出过什么？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得到他的爱啊？你
你有什么资格？是离哥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不配！去死！你去死！为什么还活着？为什么？是离哥，你去死吧！紫金姐姐，我的马！快点！撤！再快一点！这！还想逃？神离哥，没想到你命竟然这么大！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当初念及爹娘的念子，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却死性不改。是离哥，老子一起死！心存不善，只能自食恶果。也不知道黎妃服了药之后醒了没有。殿下，陈少勋医术高明，如今又得了雪莲，黎妃定会没事的。快走。精灵王，怎么回事？见过精灵王，有人状告他们医死了人。那个女人有问题。三九堂人心人术，本王绝对相信他们。
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啊！你们查清楚没有？我们正准备带回廷尉查验。这个女人绝对有问题，先把她查清楚再抓人。啊，是。走。带走。带走。啊，这紫荆姐姐。黎妃呢？殿下，吴大。出事了，肯定有人来过。我回来了。黎妃，黎哥。师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黎妃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沈乐清，又是他。他得知我没死，追到了这儿，想要杀死我。紫荆姐姐呢？她并无大碍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倒是你，气血终于畅通了。你不知道我们最近有多担心你。多谢你们了。我昏迷的这段日子，定发生了很多事。四哥，他为何要亲征啊？为了避免陆远继续盯着你们沈家，四哥让沈将军告老还乡了，因此北境主帅置之空缺。为了避免陆远得到军权，四哥不得不亲征。我爹他还乡了。你爹和你哥早已秘密赶赴北境，从后方牵制住魏军。那我娘呢？你放心吧，你爹临走前早就把你娘送回家了。那师傅他……李哥，师傅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且他已经释怀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师姐，李哥，紫荆姐醒了。紫荆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醒了就好。虽然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股力量在告诉我自己必须要醒过来，可是我都没有做到。多亏了你们，还有四哥，这段时间对我的悉心照顾，为我这么奔波，也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。傻瓜，你只要醒了就好了。对，醒了就好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对对对。对了，刚才又是沈乐清，他有没有伤害到你啊？我没事儿，他已经坠入悬崖，估计性命难保。恶人自有恶报，当务之急，你一定要先康复。殿下，我想去北京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离哥，你身体才刚好，没事，我已经好了。我与我的家人还有四哥，之前错过了太多，现在我只想多些时日与他们在一起。李妃，殿下，你放心，我会陪着离哥去的。师兄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是师兄妹啊，不是说好了一辈子都要在一起吗？是啊，我也是。你们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多谢殿下。多谢。你恨他吗？虽然一开始将我带离温暖的家，离开了我的父母兄弟，我本应该恨你的。可是命运兜兜转转，最终还是让我找回了我的家人。
也遇到了我的爱人，还有师兄和空城，一直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我知道，小时候你带着我们练功，虽然很严厉，但是还是会偷偷给我们糖吃。那些时光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。我还知道，其实你也是很疼爱我们的，只是一直不敢承认罢了。师父的确是疼爱我们的，但他却是基于仇恨和欺骗之上，而他最终也为此付出代价。李哥，现在真相大白，我们应该向前看，仇恨并不能左右我们。你现在有家人，有爱人，还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是啊，师姐，以后我们就自由自在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和师父喝一杯。好。师父，我们马上就要去北境了，你心结已开，一切都放下吧，愿在此安息。北境战事结束以后，你想做什么呀，小空城？我肯定不会像师兄那样整天待在医馆里头，肯定像师姐一样做行侠仗义的大侠。有眼光。哦，师兄不是大侠，不行侠仗义吗？别闹！勋哥哥，雪莲花能帮帮你吗？婉儿姑娘，我正要去找你，当面给你道谢呢。你们这是要……我正准备带着空城去北境呢。北境，不是要打仗了吗？正因为要打仗，我才必须要去。一旦战事起来了，生灵涂炭，我必须要出一份力啊。勋哥哥真是医者仁心。婉儿姑娘过誉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药我早就帮你准备好了，还有这个药方，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。这副风寒灵你也拿着，有备无患。我不在健康的日子里面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勋哥哥，能遇到你，婉儿三生有幸。日后相聚，我们再去采药可好？一定。后会有期。报！少将军，据探子来报，万景胜正在集结大军，准备骑行码头。彭城王的大军还有多久到？就在这2、3日。传令全军继续加筑城防。记住，多搬一块石头，多造一些箭雨，就能多保一条命。是。李哥，我这边梨花很香，你那边呢？快
快点醒过来，告诉我。四哥，你现在应该快行至北境了吧？我看到了你写给我的信，为我画的画，还有你为我做的走马灯。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。这是你亲手为我们种下的梨花，你说以后每年都会来这里为我们栽上新的树苗，我很期待。这段时间你一直保护我，保护沈家，谢谢你为我承担了这一切。庆幸这一生能够遇到你，也感谢这一切的遭遇，让我们的爱超越了最初的倾慕。相信我们能一起面对任何的考验。未来的日子，你有你的责任和使命，我也有我的爱和坚持。我们会成为彼此信任、彼此依靠的伴侣。你在北京好好的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启程去找你，与你一起并肩作战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